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朋友们呢很信任我，经常把自己喜欢的包的图片呢分享给我，给我看。那有些人呢就可能是和我脾气一样非常的直截了当，能不能做一个视频啊？我呢就会跟他们说原因，然后有些都做出来了有些朋友呢就可能是比较斯文腼腆一点，也不好意思说，可能觉得我们这样子的一种见面方式不像朋友很熟了有什么就直接说，可能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无所谓，因为我们呢都是喜欢手工的，互相之间呢就是手工之间的交流，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希望大家呢以后可以多跟我聊天，多给我发你们喜欢的图片。那有些包你刚给我看的，我也不一定会做。我跟你们说，为什么呀？有很多原因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首先，第一个是前段时间有朋友跟我说，能不能做一个小香风的包？小香风的面料呢，我确实也没有。这种羊毛类的或者是厚的那种呢一样的，我不喜欢。太难伺候了，而且几层叠了以后特别厚，那缝纫机，我们家缝纫机根本就没戏，我不会有这种奢望的。还有呢，就是有个朋友跟我说，一个腰包也特别好，他想给他妈妈做。那腰包我看到了，我也很喜欢，那个边全部都是滚条做的那个边，因为把整个包的轮廓全都勾勒出来了。你们真是抬举我了，我的手艺没到那程度，那个我根本就做不明白。我做完以后，我跟你磕磕愣愣的、结结巴巴的，这肯定不好看啊！这也毁坏我这好手工的人设，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前段时间在其他平台上面有朋友跟我拿了一个包，特别的精致，用的是乔其纱真丝的。这个包确实好看，但是这样的包我跟你说做没有2礼拜，你根本想都不用想，因为上面还有丝带绣。那像这样子的素材拍成视频，我跟你这么说，压根没人看。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平台上边做绣花的这种视频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就算我做上来，其实也不会有很多人看。那我看到一个自己想做的包，最先考虑的呢，就是这个包最后的地方，我的缝纫机是否能测得过看这个包，就是前段时间我做的一个小包，这个低字扣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包最后的部分，但又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这儿一共有8层，也是我缝纫机的极限看我的视频多的朋友就知道，我爱用这种全棉的面料做包。其实做包最好的呢还是帆布面料，很紧的帆布面料，我的缝纫机是测不过的。但我的缝纫机测不过，并不代表说您家的缝纫机测不过。如果是工业机，那你换粗的针呢，帆布也是没有问题的。帆布的好处呢，就不像它又需要烫铺棉帆布后紧，做出来的包呢也很有型。开始动手做的时候呢，我会把包分成主要和次要2个部分。那主要部分呢，就是前片、后片和侧边3个整体。次要的呢，就比如说像包带还有前边的口袋、提手里边的夹层先把这些次要的部分呢做好，然后固定在这些主体材料上边。那这个制作流程呢，和我们做衣服是非常像的我们做衣服的时候也会先做口袋，然后收褶子，然后再把它组合在一起。那所以制作的过程呢，就是先分主次，然后呢零的做成整的，然后从外向里做。当然了，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也不一定对。欢迎朋友们在留言区呢给我指正。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记得要帮忙点赞哦。咱们下期再见。